Hello，可以回到 Star See So Channel 的朋友们，大家好！感恩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爱，大家最近都过得还好吗？今日我们一起来看的大众占卜主题是高显化通道。我们要看一下，在未来3个月左右，我们会完成什么样的生命洗礼，即将连接怎样的未来好运，守护灵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与指引呢？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一年度的9月这也是一个特别的月份，我们刚刚经历和完成了水星的逆行，而在这个月份当中呢，也有2个重要的星象正在发生OK， 一个是我们的冥王星呢，从水瓶座逆回了摩羯座在逆行的过程当中也换座了。这一次换座呢，会持续3个月，那在11月当中重新的回归到水瓶，并且在未来的20年中呢，持续停留在冥王水瓶的状态。这3个月呢，无疑是一个变革和洗礼的月份，加之我们的天王星也开始了逆行在明年的1月之前，我们的天王星应该一直在逆行状态，所以我们有可能会遇到很多这种离经叛道推陈出新并且内在也不得不去做出变革的情况和事宜。因此在今天我们的大众占卜当中，我们要看一下这3个月当中我们会完成怎样的生命洗礼呢？那生命洗礼过后，我们的未来将会有怎样的好运发生呢？希望可以通过我们今日的占卜连接到大家的能量，将讯息传递给大家的同时，也送给大家无限的祝福、信心和疗愈。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那我们今日的这一个主题呢，虽然跟我们之前这个祖先传讯有可能会有一定的重合的地方在上个月当中呢，毕竟我们在经历的是水星逆行，而在这一题的主题当中，我们在面向的是冥王星和天王星，以及目前大的天象带给我们的重要转变，所以内在有可能内容会有相似以及更超越的部分，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给予大家更多的讯息。再次感恩大家的信任和连结。好，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今日的选牌环节。我们会通过声音震动的方式，帮助大家先整合一下当下我们的能量场，做一个净化和清理。那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帮助大家整合和对齐一下我们的脉轮。大家可以寻找一个安全的环境，在安静的状况底下闭上双眼，只是静静聆听，放松身体就好。如果需要时长久一点的冥想影片Star C 也有 Star See So Healing 的频道，大家可以进入频道。好，时时刻刻跟我们进入这样的连结，这样的互动和这样的疗愈。好，准备好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宇宙的声音。
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我们今日的冥想部分就完成了。好，希望可以帮助大家调整一下当下我们的状态，更加轻松，更加轻盈的来进入我们的选牌和抽牌的环节。大家可以调整呼吸，缓缓地睁开双眼，来感受一下我们眼前从左到右的3副组牌。当下外面正在下雨，这个静静的雨声还配合着一些车声啊，感觉最适合我们大众占卜的气氛和氛围了。好，让我们凝神静气，静静的、轻轻的来感受我们的能量。好，我们今日的这个主题是高显化通道。我们要看一下在未来3个月我们将完成的生命洗礼是什么。那这种洗礼有可能会帮助我们去打开我们的能量场，更快的显化当下我们的所愿或者是所需。好，更快的进入我们的生命轨道。因此我们也会祈请守护灵给予我们指引。好，我们有从左到右的3副组牌，对应下方呢有3颗天然石。大家可以把卡牌和天然石当成一个整体，好，来进行这个画面的感应和感受啊。如果对于应该选牌还是应该选水晶石的朋友们有一些顾虑的话 ，OK， 那我们最左边的第1副组牌，好，参照的天然石是一颗红色东陵石，好，一颗红色天然石，有点棕红色啊。好，它很像是一颗蛹 ，OK， 这是我们左边的1副组牌。好，我们中间的1副组牌参照天然石是方解石，很像是我们的3维空间。好，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颗方解石的能量。好，这是我们中间1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我们最右边的第3副组牌，好，参照天然石是一颗孔雀石。好，孔雀石有孔雀石美丽的这个深绿的颜色哦，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好，这颗天然石它的振动频率跟我们的能量是否相符呢？这是我们第3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哪一副组牌是跟大家最有连结的呢？哪一副组牌又是第一眼吸引到大家注意，想要翻开和触碰的呢？这就是你的第一直觉，没错了。如果对于多副组牌有感应的朋友们，也可以排一个优先顺位来听取一下，有可能你的讯息分散在不同的卡牌当中。好，选好的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日的抽牌和读牌吧。选到我们最左边第1副组牌一颗红东陵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这样立起来摆放有没有点像一颗橘子？好，很可爱啊。那我们要来看一下 ，OK， 高显化通道在未来3个月我们将完成什么样的生命洗礼，将连接怎样的未来好运，守护灵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1组的朋友们。对应这一颗红东陵石，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 Oracle 神谕卡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第1组的朋友，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看到是34号 Personal Power。 好，我们的个人能力、个人能量，我们看到一个神圣阳性能量正站在我们的画中间。 OK， 这个是力能刚鼎的国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丛林的深处，好，朝阳正在冉冉升起的感觉，就是我们会看见好像那种闻鸡起舞有没有？然后整个生命非常有活力然后我们再搭建一个地基，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或者说未来的远景。这个是第1副牌朋友，正好今天呢我们要再讲的是
高显化通道嘛，你们当下在显化着什么啊？我看你们有可能正在显化，有可能是你们的个人的财产呐，或者说你们想要搬到比较好的这个居住场所，或者说你们正在给自己一个积累，知识上的、能量上的、经验上的，因为你们已经有了一个这个 determination， 有了一个决心和决意啊，你们打算去往哪个方向走，你们的目标是什么？所以这个牌里边也非常突出的体现了你们的力量和决心的一个达成啊，使命必达的感觉。34本身是一个学习和自我蜕变的数字，也是有天使和指导灵正在加持的数字，所以你们的智慧和你们的个人能量正在变大。不知道第一副组牌朋友最近有没有感觉啊？感觉你们仿佛正在升维，就是你们的身体的状态感受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有些朋友会说，喂，我没有这么 powerful， 我有可能现在啊就是全身无力啊，甚至有的关节会出现疼痛，因为你们正在释放某一种压力和过去旧有的模式，你们正在打破旧有的模式去可以说是同化到合一到新的。所以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身上这个能量正在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做到，你们可以去显化完成，然后你们可以去动手完成你们的未来。而在当下这个能量里边也感受到啊，在未来的3个月，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将会有一种重新回归到自我的感觉啊，你们会回归到你们的舞台，然后你们的工作场，你们的环境将会被整合到一个可以说是初始的，并且让你们舒适的一个状态。有些朋友你们是在作业的啊，就是你们有可能是有一些匠人精神，或者说你们每天要去完成你们的工作啊，这个工作场将是你们的主场。也有些朋友会说，我现在还没有在工作啊，你们的个人能量和实力将会通过自信和勇气被真正的贯穿出来，被真正的可以说是直白的浮出水面啊，表现出来也好，显化出来也罢。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背后有神圣阳性能量的祖先在保护着你们，有可能是男性的，有可能对方是偏阳性的。而第一组的朋友，其实你们的阳性能量也比较强，有些朋友你们是偏阳性能量的女孩子，就是你们身上其实是带有决心使命的啊，这种木兰精神的女孩子。也有些朋友你们是男生朋友，偏向阳性能量的朋友来到这一组。这3个月里边，好好去建设你们的每一天，包含了你们的身体和内在的这个使命感、抉择力、决心等等啊，特别是已经决定要做什么的朋友，去落实下去，你们会发现一切的进展会出其不意的、出你所料的好，或者说顺利以及稳定。OK，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副牌啊，第二张是 Healing Spirit，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灵魂或者说我们的指导灵啊，这边在告诉我们什么 ？OK， 首先我们在看到这个数字是44号，这边是34号，也代表一些朋友你们的这个升维正在体现啊。我们看到呈现在天空这个昏圆的这个日光有没有啊？昏圆的日光也是灵魂的光啊，正在海的周遭，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呈现，并且可以说是下达或者说是下载这些信息给我们。这个信息是无限的力量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message， there is so much more to you than you think。 好， there is so much more to you than you think。 好，给你的比你想象的还要多，为你发生的比你想象的还要多，所以超乎你的想象，一切在为你发生哦。就像是太阳展现在天空啊，被你察觉，太阳的光线照射到你的身体，被你感受，被你感知。这个海浪的声音，空气里边任何的味道，还有任何的一丝信息，其实都在为你发生。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拥有你的世界，你在观想这全部，那其实你也是你灵魂的核心，甚至你也是你最高维度的存在。当然这个地方啊，并没有什么从属关系，你并不服从于任何一个最高能量，你服从于你。所以啊，这个地方为你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多了，甚至你看到的山河湖海，这个日光海色，全部是以你的形式和你的色彩呈现的。这个44是一个天使数字，我们已经看到3个4号牌了。一些朋友最近有可能你们就是会看到跟3和4相关的这个 angel number。
OK， 这些 angels 也在告诉你啊，这边你在被守护着啊，然后你的四象东南西北，好，风火水土全部都在被守护着。我看到你的世界是你巨大的一场显化，你看到什么，什么在你的眼中着相了，什么就是为你发生的，可以这样去理解啊。所以你们希望什么为你发生呢？你们希望这些以怎样的形式呈现在你眼前呢？好，这就是第一副组牌未来在3个月当中体验的，你们会那个身临其境的体验到这一切在为你发生。OK， 你的转变会决定一切的转变，并且这个红色代表了海底轮到你太阳轮的这个能量，海底轮、脐轮、太阳轮这个下3轮的能量啊，我看到有些朋友你们的能量在爆发。那这边在建筑房子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 foundation 或者说 grounding 这样的一个信息。有不少朋友你们将会脚踏实地在3维世界开始去创造、运作，然后你们有可能开始去进入了这个显化的下一步，就是创造的一个阶段啊。当你们决定了，这一切会成倍量的、成倍速的为你发生。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 Tarot 塔罗牌在告诉我们什么呢？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啊，我们完成什么样的生命洗礼？9、10、11月啊，我们最晚到探测到啊，或者说连接和 channel 到我们今年的年尾。好的 ，Two of Swords、Nine of Swords， 未来来看这个影片的朋友啊，未来3个月，好吧 ？Strength 力量牌有没有？这边有力量，这边有 Strength 力量牌啊。Eight of Cups 圣杯8号的逆位 ，Page of Swords。Page of Wands 权杖侍从的逆位。那这场生命的洗礼啊，第一副牌的朋友确实没有那么轻松啊！你要打开你的洪荒之力啊，其实要破除挺多项的。有可能一些朋友最近你们打算去做一些选择，或者这个选择题永远在你的生命里边，周围的声音一直会困扰你。好，甚至形成了一股巨大的能量团，负面能量，好，会压迫到第一副组牌朋友的神经，好，会让你们有一点焦虑，有些朋友有可能不太容易睡眠啊，有点神经衰弱的感觉。一些朋友是高敏感体质，但是因为你们不想看得更多，不想了解更多，你们会习惯性的让自我去沉浸在3维的体验里边，比如认真工作、认真落实、认真传达。第一副里边就是火象和风象比较多一点啊，狮子座、射手座、牡羊座，然后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风象星座的水瓶、双子、天秤座比较多一点。好，这场生命洗礼本身就是让你去发掘你的内在洪荒之力的啊，这个能量在哪里啊？你有一个能量源呐，在你生的时候就在你的能量场当中，也算是你的体内啊。OK， 它很像是一颗巨大的跟宇宙连接的蓄电池，有没有？然后我们再找它。我认为这场生命洗礼会让第一副牌的朋友一定是间接的或者主动的必须要失去和忧虑很多东西，但是在这些东西的背后，我们看到 Nine of Swords， 其实这个里边啊，我们可以看到9只黑色的乌鸦，但是还有1只是白色的，或者说8只黑色的乌鸦，1只白色的。这个白色是什么？是会冲破我们其他的焦虑和很多内心的杂音，算是心魔啊，冲破我们的心魔，让我们可以说是一击必中的得到最真实的灵魂的信号。所以我看到你们在最谷底的、最悲伤、最失落、失去了一些东西的时候，反而觉知到了你是如此特别，你是如此特殊，你生命的意义在于哪里。你有些朋友会说我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个未来3个月啊，你们即将找到你们的洪荒之力和发力点。这一场生命洗礼会让你跟以前不大一样。我看到以前第一副牌的朋友，有可能你们是比较在意周围的认同，比较在意周围的想法，然后你们有可能会深陷于某一种抑郁或焦虑的状态里边啊，甚至一段时间呢，有可能你们需要为自己做出太多的判断，或者说你们要孤独的陪伴自己啊，看到一定的孤独感。不过这场生命洗礼过后，你们有可能再也无法纠结。这边有 Eight of Cups 圣杯8号，圣杯8号代表了什么？正位的是离开和离去啊。
然后我们把过去的，甚至是不管是修行啊、得到的快乐的一些体验等等，都独自的放在一边，然后我们去迎接新的前景和希望。逆位的就是你们不会让自己再去逃避、再去放弃和再去找什么了，你们有可能会原地的，好为自己下达某一种指令，某一种使命感将会油然而生。所以这场生命洗礼会告诉你们啊，那些失去的你们不会再争取了。这边是 Page of Wands， 这些失去的东西，有可能一些朋友会说，这是我的工作这是我的亲密关系你们将会换一个方法去探寻它或获得它，就是吸引啊。我们最中间的是力量牌，就是你会用吸引的方式去挑战这一切。如果任何可以离开你的东西在你的世界里边呈现了，只代表你的世界在进行一个循环和排毒，或者说在一个破旧而立新的过程里边。我看到你们会放弃过去的一定的坚持和挣扎，并且非常坚定和有使命感的走向未来。我这场生命洗礼也会让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啊，某一个阶段是比较恍惚和迷茫的，有可能一些朋友就是空下来一段时间，不管是工作还是感情，要空下来一段时间，或者说干脆就是在生活里边体力是感觉到比较乏力的有可能当下也会，一些朋友会做噩梦，或者说睡不着，就这种神经衰弱的感觉，它来自于哪里？好，它来自于你内心的负能量，因为我们看到很多黑色的乌鸦，负面的能量和这种就类似于积累在我们灵魂深处的很多干扰。因为我们在前16年经历了摩羯的时代在摩羯时代当中停留下来的很多，当然有很多正面的积极的消息，也有一些负面的。当下为什么我们正面的是要被我们吸引的，是要被我们去使用的，而负面的是要被我们排除的。所以当下无疑一些朋友，你们在排除一些旧有的负面的缠绕你的让你身心俱疲的一些信息和信念感。无论你们的信念是什么，在最近的3个月将会被重新洗礼，就是你的信念就是自己，有没有？这个不是自私，而是重新自信起来，有一个赤子之心。我们这两个力量牌有没有长得很像姿势很像好，有一个臂膀在上，在扛起一切，然后有一个在下，代表了我们的禅心，代表了我们的修行心，也代表了我们的从容不迫所以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在未来3个月当中，你将会找回你的力量，找回你力量的源泉，并且找回你的这个专业感找回了你在这个世界当中独一无二的能力。我看到很多朋友，其实你们是站在舞台中心的，或者说你们是拥有一定的权力、实力或者在团体当中有一定的能力的。如果你们感觉最近你们的能力被封印了就是屡屡的使用不佳，使用不了，记住储存它，先不要在这个时候使用，因为你们要先连接到你们的这个电池，连接到源头。而这个时候暂时的不能使用你们的能力和能量，是宇宙对于你们的保护，因为不想让你们的能量再外泄了。这边 Page of Wands 出现逆位，代表了你们不会再用幼稚的方式过度争取，你们会因为侍从牌在我们的人物牌当中是最初级的，代表了一些试探和新的机会，也代表了自我的尝试和内在的焦灼，有一定的不安全感。那这张牌出现逆位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生命洗礼是什么？你将会稳如洪钟的找到你的能量，你不再会四处寻求。好，这个法在你的心中，你不会四处去找法，因为你将会发现能量在你的心里。好，然后第一副牌朋友，你们太阳轮将会打开这个太阳神经丛的打开昭示了你会在未来的一个水平世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呼吸去生活。太阳神经丛在什么？在我们身体的这个胃部上方就是我们躯干正中间好，它会让我们的四肢头脑全部有力并且呢它是珠光宝气之城因此呢你们也将会有能量去吸引和显化到丰盛、财富和幸福感。好，如果一些朋友这个生命洗礼是关于感情，就不管这3位事业它是什么，是亲情、感情还是事业，还是太多的纠葛包含了这个财富和自信上的低落
你们要释放，你们要放这些负面的声音去飞，你们要理解这些负面声音，它们只是一个存在，是由你衍生的，或者是你经历的，你们可以放它们飞翔，飞翔在哪里？在你过去的天空，而不是当下的，好吧？好，这是我们看到的生命洗礼。有些朋友就是你们也会去寻找到新的自己啊，这也代表了你们有可能会找到你们天赋，找到你们的使命，你们会转业，或者说如梦初醒一般，你们会去放弃掉一些什么，重新去建立你们一直以来内心当中渴望的。OK， 你们渴望的成功即将进入你们的生命场。好，下面我们看一下啊，连接怎样的未来好运？我们看一下未来。未来啊，还没来的意思，对吗？未来我们可以去把它具象化到一个这个离火时代、水瓶时代啊。好，这十几20年的，好吧。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在近景上来说，这个时间点将是怎样的。Queen of Wands， 这边我们从权杖的侍从啊，就是权杖的公主王子变成了权杖的王后，有没有？好，第二张世界牌。这边我们一起啊，映入我们眼帘的，我们就使用它 Four of Swords， 宝剑4号的逆位。我们再继续看一下 The Four， 愚人牌，能量很好，有没有？大家有感受到吧？这边我看到 Two of Pentacles， 金币2号的正位。好，我们连结和显化的未来是如此的光明啊！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将会创造，并且让你们的世界啊充满了高维度的丰盛的信息和频率。我看到你们将会展示自己和领导、引导，你们将会成为领导者，将会成为闪光的，或者说带有星光的啊，好，带有众人的，可以说是艳羡和欣赏目光的这样的一群人。我认为你们其实是非常高频率的存在，甚至有你们的个人使命。所以这个 Four of Swords 代表你们不会再沉睡，或者说你全部的灵魂啊不会再沉睡了，有可能一部分的你在某一个阶段在被封印着，而这个封印就打开了。愚人牌代表了你们将，我们看到愚人牌和世界牌有没有？第一章和最后一章啊，就是你将完成一个阶段和进入一个新的篇章。这个新的篇章当中，你有无限的选项，因为这边是金币2号，这代表了这个选项啊，你们可以去完全的敞开选择，甚至你可以都来拥有。好，就一些朋友会说，我是拥有主业还拥有副业，我应该往左走往右走，你可以都去拥有，你可以都去经历，因为这个世界是完整的，起码在你的这个探索当中，这个所有探索，比如说 A、B、C、D 几个分岔路口，它们的可能性是可以合一的。那拥有这个综合性的感受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你已经进入了和升级到了更高的维度。好，你可以把几个平行时空的感受在当下这个点就合一，并且呢甚至是更有直觉力的去选择它，选择最佳的最适合你的不会绕弯的那条路。好，第一副牌朋友你们将会开挂啊，因为这个牌就比较开挂一点。首先呢，在这个好我们说显化和连接的好运啊，这个通道是将你们送向了好5维度的星球，所以你们想的容易成真。还有很多朋友，我认为你们将会很快的去把你们的创造能力拿出来，你们将会创造出一些事业呀、计划，或者是未来的可能性。那我看到你们也有一种在无中生有这个魔术师的感觉，就当下有可能这些事业和这些可能性是无的，但是当你挥一挥手，它变成了有。所以更多的朋友你们会变成这种创业家和探索家、探索者，有一些朋友你们会跨行业、跨领域。那我看到在你们内心深处，你们非常热爱这种状态和这样的一个世界，因为这种爱，你们会在这个世界当中快乐的停留，并且将更多重要的可以说信息、帮助和高频率的力量传递给周围的人。这边有一种心想事成啊，然后每一条路都通达畅通啊，并且让你们感受到打破了拘束打破了旧有的模式的感觉。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牌有没有？好，它是一个可以说多元的一个重合，好吧？但是在愚人牌出现的时候，甚至更上一层楼，我们已经通过这个紫水晶，因为这两个形状是一样的我们在这个牌底看到的，我们已经在更高的维度去引领它。好，并且呢，这有可能是高维度的闪亮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这个大几何图形
我们已经把高维度的智慧传递到了你当下所在的领域，所以你有多项的选择。很多朋友啊，宝剑4号很简单，代表了你就是不再沉睡，你的心轮已经修好了，你的太阳轮已经修好了，你的一切脉轮已经敞开了。所以说我觉得有一种畅通无阻的感觉。这个感觉最初会出现在什么时候？我认为会出现在年尾新年的1月，就是这个年尾交接的时候啊，过了冬至啊，然后你们会感受到在年尾越到了下一个年度，你们越会神清气爽，越会轻盈，甚至过去你们在乎和担心的很多事物已经非常非常轻的在你的世界当中消散了，不需要你们放下，也不需要你们去多作为什么。有很多朋友，你们现在在建设的是事业的基础和未来的蓝图，这个一定是非常行得通的。想要去其他的城市啊领域去发展的朋友，你可以跨领域啊、跨城市、跨国度的来进行这种探索。那也有一些朋友，你们是刚刚从沉睡里边醒来的，所以你们会舒展一下你们的筋骨啊，首先来看一看这个世界，所以你们会有这种想法和愿望去理解，比如理解当下这个世界的脉络啊，一些事件它形成和进展到哪一个时间点了，你们会从中进行选择，比如说行业的选择、人生规划的选择、定居地点的选择。那这个里边我们很少看到金钱，其实关于金钱这个牌是无限的一个意味啊。金币的2号，有不少朋友你们赚钱的方式和方法也将会转变了啊，你们将会自由的，甚至是跨领域的，还是一样啊，有兼职啊或有副业的，以这种方式去取得财富。那我们的牌尾是金币王后的逆位和宝剑王后的正位啊。High Priestess 女祭司也就是跟着你们的感觉去走，并不是专注于3维。一些朋友会说，那我的事业怎么办？我金钱怎么办？我的爱情怎么办？这些事情并不重要了，因为你已经打开了，所以你可以拥有你的方式去照亮和吸引这一切的发生，所以他们都是发生的，好吗？好，我们看一下，有些朋友你们修复好心轮了啊，所以这个宝剑4号也代表了你们已经做好了准备，离开一个让你们拖延的或者让你们迟迟的没有办法去出发的一个地点。这也关乎于爱情，有可能你们会重新开始，有可能你们会用自己的方式去看待你们的未来，重新去建设你们的未来，而这一切是你们重新播种的。所以更多朋友，如果你们需要亲密关系，你们需要连接，你们需要家庭或家庭更加幸福安乐的话，重新播种它。这个时间在什么时候啊？蜕变我们要先发生嘛，这个土我们要先翻新，然后有了养料，我们再种下果实。所以当你们的心轮好，当你们太阳轮渐渐的开始有能量的时候，重新播种。因为我们这边配着 Pentacles， 它是一个种子，这边我们看到枝芽啊，所以一些朋友你们可以重新播种，时间点在年尾到明年的3月。有些事业上的和你们的个人的福报上的，你们想要学习和探索的领域上的，来进行一个新的探索。那第一副牌朋友，你们可以是梦想家，你们可以是探险家，你们可以是创造家、发明家。所以我觉得在好未来的这个阶段里边啊，你们要连接的好运往往是你找到和喜爱了自己，你释放了自己。好，以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会看到多重选择和多重维度给予你的复合型的信息。我得到一个信息，我感觉是一生二啊，由一生二，所以你们可以去生发，比如在现在的这个领域和基础底下啊，去生发出新的可能。这些是关于事业和播种的啊。如果有些朋友你们在过去的一个阶段付出了非常多，甚至是数年的时间啊，付出了非常多非常多，甚至你们就是认定了这一个目标和这一个人，在不停的付出啊，我看到你们会有收获，但是是你意料之外的，甚至是在其他的方向上，比如这个人和这个事业，或者说这个亲情关系没有给你很大的回馈，但是你有可能得到了，比如说事业的、人际的、财富的机会。好，宇宙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回馈你的付出，所以你无条件的，甚至在一个阶段没有回报的付出，好，将会在下一个阶段被一一的
像是果实一样落到你的世界里边。所以这朋友你们可以等待丰收，好吗？然后再种下新的果实啊。我们再看一下在这个好运方面还有什么样的消息给我们。Chariot Two of Cups in reverse， 我们放到中间啊，这样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好 ，Wheel of Fortune， 一些人还是一样啊，就是感情上断联了。我看到有一些朋友，你们是这个Twin Flame， 或者说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是这个业力上必须要相互学习的关系啊。这个里边肯定也涉及到还恩呐、报恩呐、欠债还债啊，这个业力里边肯定是有的。不过我看到其实你们会很自由的站在一个高点，该付出什么我认为你们都付出了。所以一些朋友我觉得在最近这个阶段你们反而要享受一个自我能量转换的状态。如果分手了，或者说如果在感情里边是不得志的，没有看到很明显的一个可以说是统一意见相符合，我认为不代表这个人或这个灵魂不想和你合作，代表了你们完全站在两个可以说是意识或者是价值观点上。这个是命运当中的注定，以及命运当中的完全的吻合。为什么这边看到圣杯2号，这边看到金币2号是一种阴阳相合呀？我们看到神圣阳性能量就有神圣阴性能量，有没有？好，所以如果你遇见了你的这个好神圣阴性能量，或者说你的灵魂的另外一半，也可以把它视为好，还是你的双生火焰也罢，他是你灵魂重要的这个修行伴侣也罢，总之有这样的一个人，他启迪了，影响了，他可以说有可能也击碎了你过去一个三维世界的这个矩阵的话，它是重要的存在。那一个阶段的断联和离开，并不代表这个事件无法向前去走，命运会以它的方式帮你拼图。好，所以第一组的朋友，有可能你们的亲密关系是有一点波折的，或者说当下处在一个失落状态，你们需要让自己成为自己，让对方成为对方。我们看到黑马和白马有没有？其实你们在一起向前跑了，但有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好，你没有办法去满足到情感当中的共识，你没有办法胜利的去帮助对方探索，这某一条路是你们自己必须要趟出去的，所以这个时候代表了一个分离期和断联期。我看到这个其实有因果的，就是在某一个阶段你们有可能没有种下关系和谐或者说合作的或者说跟某一个人，比如这个人是你的家人，这个人是你的同事朋友等等，有可能你没有种下跟他的关系稳定和谐的种子，因为这金币1是逆位的嘛，但权杖1代表了你拥有这样的机会，你们同时拥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当一个机会和一个阶段消失了，也代表了下一个阶段和下一个机会将会呈现。好，所以金币5号匮乏感 King of Cups and the Knight of Pentacles， 有可能有些朋友你或者是对方，以及有可能现在你的世界里边，你会对待经济资源或者说情绪上是匮乏的，有可能对方是匮乏的，有可能你经历的事件本身是匮乏，比如这个工作很匮乏，我每天去这个工作吸走我的能量，让我觉得我好像很差，我好像做得很不好，我好像是很孤独，很不讨人喜欢的，很无法合作的。不是的，第一组的朋友，你们要善于去了解到这个因和果的关系，这个因是什么？有可能上一辈子播下的，有可能是这一世播下的，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去做的就是当下。其实所有的事情都一并发生在当下，我们拥有的只是当下，过去、现在、未来这个观念也是在当下的。所以当下你们愿不愿意重新播出善的种子？好，我认为有一些人，你们其实应该给某一些对象一个机会我看到在未来，有可能是在这3个月过后，好，在下一个季度，好，或者是未来的半年里面，你们会渐渐发现，其实你和他有可能在某个阶段误会了对方，或你误会了自己，这误会来自于某一个因，当你把因的这个果实，或者说你把因找到了，把它给原地斩灭，我们把这个事情转换了，我们不一定要把这个因斩掉可以转化它，把它原地转化的话，你们将会发现其实这是一个
这是一颗美丽的、成熟的，并且可以用耐心去孕育的果实。还有些朋友如果断联了，对方有可能会找你，但是要在他想好和离开那个匮乏感过后。对方的速度是非常慢的，但是我觉得心是比较诚的。OK， 所以一些朋友可以去，如果这个对应到你们现在情感的这个讯息啊，把这个信息送给大家，大家可以去这个感受和这个领悟啊，琢磨一下。The Tower， 我们最后再看一下还有什么信息啊。Six of Cups and the Four of Wands， 你的祖先在保护你哦。你的祖先，你家族的祖先呢，或者说你曾经的家人已经逝去了的，在保护你。所以当你出现了任何震动的时候，他也在连并的感受到这种震动，并且在输送很多能量给你。你们在被爱着，没有条件的，所以你会看到自然当中的一些信号。你们会突如其来的想念一些人，想到一些人，这个时候对方在想你，这是一个心电感应。也有些朋友就是在最近这个阶段，就是一些死去的记忆好像在杀回来啊，撼动你。这种撼动是什么？不代表什么，代表了在排毒啊。有可能你会回忆起一些人，有可能你会梦到一些东西，就有可能有些未了缘在这里。好，在当下这个阶段，很多朋友有可能这些情绪也会好在未来3个月啊，反复的进入到一个排毒的过来排毒的一个阶段啊，无条件的去释放，承认这个爱，也释放这一个爱。我相信呢，你们在被非常好的看护和守护着。有些朋友，你周围的动物啊、植物会给你很多信号，还有就是你们可以去连接你们的祖先和那些逝去的爱着你的人，他们很爱你，好吗 ？OK， 星座上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火象的风象是比较多的。那我们这边也看到了一些这个，可能一些朋友你的心中所想的对象，它是比较偏向于水象的。土象的，好看可以看到巨蟹啊、双鱼啊，然后这个金牛啊、摩羯在这边。这个故事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命运之轮。好，也可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大牌哦，这边有 Tower， 这边有 Chariot。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重新播种。最重要的是在心中去相信，你走在这条对的路上，并不是有谁在跟你反方向而行之，要跟你分道扬镳的，而是你们有可能需要有同样的能量，有同样的眼界，和在对的时间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连接，给你的亲密关系和你任何的事件一些时间去离开那个匮乏感。然后有人在思念你啊，我看到有人在思念你，有人在爱你，也要有人在无条件的播一个美好的种。希望呢，有可能是在未来，有可能是在跟你这个跨时空的连接里边拥有一个美好的结果。好，这个结果有可能也会显化在你的心田哦。当你再重新想起一些事情的时候，再也没有怨憎会了，没有失落的感受，拥有的只有力量。好，这个就代表了你已经过好了这个功课，也代表了你和某一些事物，也包含了过去的这个工作也好，经历也好，缘已经转化成为了正面缘分，给予你的永远都是美好的种子和力量。好，美好的播种。最后看一下我们的神谕卡啊，抽了几张。第一张呢，我们看一下啊，比较简单直接。Voice of the Souls， 好。守护灵想要说什么 ？Abundance 啊，你将拥有财富，你将拥有非常强烈的这个丰盛感啊，并且你在吸引和显化的，尤其是关于你的生活质量，关于你的三维世界的财富和精神的丰盛度上的这个全部都会以很快的形式合一。这是1号牌啊，所以不少朋友我们可以看到 personal power 连接了你的 abundance， 所以说你会打开你的个人能量去吸引财富的。好，这一个阶段有可能一些朋友会说，我是一直在碰壁的，我现在还没有看到合适的机会，我真的可以吗？你可以，好吗？所以在这张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宇宙给予你的永远比你想的多，所以有可能当下我们是用头脑想的，但是啊，更多的我们的能量是需要通过我们的感知去理解的，不一定通过这个想，通过分析，通过理性去获得。
对，就是宇宙的这个存在和震动啊，在某个阶段会超越我们的理性哦。不过是超越你的理性，也是超越你理性的，超越我们感知和认识，或者我们受过的教育，我们去看到那些规则等等，超越这个规则的宏大和有爱。好，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完全敞开自己去吸引你们想要吸引的，这个一定会发生啊。如果你们有宏图之志啊，宏图的志向的话，没有问题，你们已经决定和决心去做的，会在未来发生。好，第二章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守护灵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抽到居然是 Twin Flames 啊，16号 Soul Partner。 好， Eternal Connection， 无限的超越时空的永恒的连接啊，你灵魂的另外一半。所以一些朋友你们遇见的是这两张牌有没有长得很像啊？这两朵花是镜面的，然后这个 Twin Flame 也是镜面的，我们看到两个祭司啊，然后中间这一个虎的能量很像这个 Personal Power， 好吗？也就是说，其实你们之间的连接会让你产生个人的能量和心中的决定和决议啊。其实这个 Twin Flame 的课题它本身是灵魂觉醒式的课题，好吗？有些朋友可能会这样去理解，有些朋友有可能会觉得，哎，我遇见了这个是巨大的爱或巨大的情商等等啊。这个凭我们当下头脑和情绪给我们的理解锁定。不过呢，这个连接一定会让我们的灵魂首先产生苏醒状态，再者就是引发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疗愈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可以说创痛的这个翻新和排解。再者就是啊，这个灵魂其实是你灵魂的另外一半，或者说是你灵魂的映照和使者，所以你们的连接是无限的。这种无限，这个 Two of Cups 代表了并不一定在三维世界你们可以去沟通的明白明了，但是你们之间的生命线和时间线永远都有一些奇妙和巧妙的吻合。究竟是为什么？我认为在一些细节上已经不需要去挖掘了，我们只需要去理解到他在给我们什么，他在让我们成为什么就可以了。这两张牌34、16啊，这个加起来数都7，有没有啊？所以这个是学习的意味，好吗？我们先学习。然后一些朋友你们已经遇见了，一些朋友有可能现在还在这个困惑当中。不过我认为在这个痛里边去马上觉醒的机会就要到来了。好，觉醒之后啊，你们首先在吸引的是丰盛和个人的，有可能是思想上感受上的丰盛。这种丰盛会让你们带给这个世界和带给自己太多太多了。这个牌代表了你们有 Twin Flame 哦，第一组的朋友 OK。 第二张牌我们看的是啊，我们最后看了一下这个卡牌是 Mystical Healing Reading Cards。 总之就是我们使用的神谕卡和塔罗牌 Starseed 会放在我们的说明栏当中啊。好，这张牌我们看到这个信息比较简单啊，也是17这个数字，有没有？16、17、1号 It's a yes。It's a yes。 去大胆的做吧，大胆的飞翔吧，你是自由的，你在想的事情全部都是 yes。 所以在当下你计划的，你肯定的，你再去经历的，好一大部分也是注定的。为什么？为了你在这个跨越的时代、变化和觉醒的时代可以飞翔起来，你可以拥有你的翅膀，用你的智慧，用你的感受去飞翔。你已经摘掉了过去三维世界的面具，真实的了解和成为了自己。所以你在期待的一切事情都是 yes 这个答案。我认为第一组的朋友你们是自由的，你们不必禁锢自己在任何一个空间和环境底下。我看到你们是被宇宙支持的，所以你们在做的很多事情将会顺利起来，这就是你们在高显化的一个方式啦，合一嘛。好，跟你的最高意识合一。我看到有可能在不遥远的未来，这个你想念的或想念你的人会来到你的世界，不过我觉得这个速度比较慢，因为对方有他的频率在接受他的蜕变。所以第一组的朋友，然后 It's also yes， 就是这也是一个 yes， 你将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不一样的自我的成长。好，这个启迪是无价的哦。OK，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虎的头上有一颗
亮亮的线，有没有 ？OK， 这是你的 personal power。好的，那今天我们所有的卡牌都看到这里啊。好，非常感恩跟第一副组牌朋友建立的连结，祝福大家在未来一个阶段也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感恩跟大家不断的共同学习和相互的陪伴，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好，选到我们的第二副组牌一颗方解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要一起来看的主题是高显化通道，我们要看一下在未来3个月我们会完成什么样的生命洗礼呢？那即将连接怎么样的未来好运，或者说显化怎样的未来好运呢？我们的守护灵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2组的朋友们。好，一颗白色方解石啊，感觉透透明明的，像一块冰一样。我们来看一下第2组的朋友，我们的这个 Oracle 神谕卡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我们看的是21号 Relationship Repeat， 好，重复关系，好吗？我们看到 Shift 这个改变啊，释放，或者是 or enjoy， 或者说是享受。感受当下。好，这一定是第2副组牌的一段功课，就是爱情功课啊，或是爱情习题，爱情观等等啊。第2组的朋友是不是会在前一阶段，或者说过去的几年当中，反复的去经历了一些差不多的关系和差不多的人呢？这个差不多啊，不是这个差不多先生啊，差不多里边有可能是他们的有相似的信息。比如说性格啊，这个关系的模式啊，好，这个关系在转的圈圈，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社交场，有很多的这个绅士淑女正在跳这个华尔兹，好吧，我正在跳这个双人舞。而在这张牌出现的时候，也代表了很多朋友，这是你前世出来的课题，前世信息啊。因此有可能一些前世的人事物会来到你的世界里边，让你不得不在这个因果律里边去跟对方进行一个周旋。但是这个 repeat 不断的转变啊，不断的重复，以及不断的就是累加等等，到了某个阶段一定它会出现释放的信息 release， 你将会释放掉旧有的情绪模式，或者说你将会放下对于过去情感的某一种执着，单纯的快乐的只是去享受当下。好，这是一张情关卡，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副牌是什么啊？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当下还在一个我还没有恋爱，或者说我还没有这种感同身受的感觉的话，我们可以继续来看一下其他的卡牌是否对应。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感觉不太对，那我们就换一组来听，好吧？第2张我们看一下，这张牌好美哦，我们看到15号 Ask your spirit guide， 问你的灵魂向导，好，问你的守护灵啊，也就是你的守护灵和你的高我本身给了你非常多的信号。这张牌的信息是非常直接的，直接download，也就是说很多朋友你们的顶轮是打开的，然后你们顶轮就有星光啊，一些朋友你们是星际种子，有些朋友是觉醒的灵魂。所以当你们想要去 download 就下载信息啊，从宇宙当中得知信息的话，你的高灵，你的高我，好，你身边的各种向导和天使会给予你非常多。所以我觉得你们其实内心深处知道你们在经历什么，你们打算去获得什么。有更多朋友在这些重复的人事物啊，这个关系 relationship， 它有可能是更多的是情感亲密关系，也有一些朋友是人际，你周围的家族，你所在的环境和社会观念给予你带来的一些绑定或一些限制。总之你们其实本身是超越这些限制的，但是你要把自己放在这个矩阵里边，你的灵魂向导会告诉你啊，这是一个学习的缘由，好，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这是一个能够让你去升级的有可能重要的关卡。我看到有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是那个Indigo or Crystal 啊，你们有可能是深蓝小孩或者是水晶小孩，高敏感的体质，高振动的体质，然后并且你们有连接你们的这个灵魂导引啊，或这些朋友通灵的能力是比较高的。我看到在上一个阶段里边，你们有可能会多少在亲密关系和人际关系里边感受到委屈，感受到一些不适应。好，每一个这个 repeat 就每一个它的这个重复啊，或者说相同或相似的这个经历，总是会去提醒你们啊，给你们再三的一个提醒，让你们要不然就是转变自己的模式，或去释放掉过去的执念，
不然可以啊，你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体验我们当下的三维生活。一些朋友会说这种状态我很痛苦，我不喜欢这样，你可以去转变的，你有机会的，你有机会去释放掉跟某一人的或者说某一种事物的连结或上瘾关系的，你是有机会让自己从中拔得解脱，并且呢理解到这个矩阵在带给你什么，并且一些朋友你们是垂直啊，你们在垂直，有可能是向上，有可能是向下，你们可以去通道信息的 OK， 所以你们可以去尝试着连接你们的这个指导灵。当然在我们今日的大众占卜当中 Stars 也会帮大家去连接，看一下这个信息是什么，好吗？ OK， 那我们这个或者一些朋友你们干脆在这些可以说紧张的或让你有一些不舒爽的关系里边得到了一个宝藏，就是如何去连接你的指导灵。有可能你们有了通灵的能力，你们有了去理解神秘学和玄学的能量机会，并且你们会发现你们其实是完全理解的，好吧？好，下面我们看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将完成什么样的生命洗礼呢？在未来3个月，一些朋友应该是能够过情关的啊。当然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个卡牌在告诉我们什么。第一张就是 Nine of Swords，Oh my god， 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啊。Queen of Cups，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一张，继续抽牌啊。Four of Wands， 权杖4号。Four of Cups， 圣杯4号。Justice。OK， 你们从过去的业力关系里边走出来了。第一组的朋友，业力的关系，跟你累生累世啊，让你拔不得的。解脱不得的，让你痛苦的，来爱你又来伤害你的这些亲密关系啊，更多朋友是爱情，有一些朋友他是你的亲情关系也说不定，比如说你和母亲的关系等等。Justice 代表了啊，这个宇宙是公平的，这个法则是公平的，所以不会有一分一毫的错判和闪失。我们这边看到这个 Ask Your Guides，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也很像是一个天秤座，有没有？这个双手其实是在平衡的托举，并且呢有2股能量正在上升。其实第2排的你们的手轮也比较特别，你们有可能会有特殊的感应啊，对待一些事物，你去触碰、你去感受的时候，也有朋友有疗愈能力。Justice 的出现代表了啊，你们也会得到公正的，好，公正的决断，你们会得到公正的安排和交代。哪怕在最近你们的心里还是纠结的，一些经历了，就特别是法律的诉讼啊，一些公正的问题啊，等等啊，纠结的问题，在最近的这3个月一定会得到非常公正的一个交代。我看到有一些问题是纠缠你们很久了，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前世的啊冤亲债主，前一世啊，或者说累生累世的。不过我看到其实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正在完成的生命洗礼是让你们通过这些痛，因为有 Nine of Swords and Queen of Cups， 让你们情绪失衡的，让你们痛苦，让你们夜不能寐，并且出现了巨大焦虑的，或者说除去巫山不是云的。当你们看到了一个人，你们再难去动心，再难去选择，看到了一个工作机会和一个可以让你们去展现自己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在你面前消失了，让你们一直心中有纠结和执念的这样的事物啊，它会在你的脑中和你的世界里边消散，并且如果应该是你的，宇宙会给予你非常公正的判断，再给你一次机会，或者说让你在之前失去的东西可以失而复得。这个生命洗礼一定是让第2副牌的朋友放弃掉执着执念。有一些朋友听到这个放掉执着吧，放掉执念吧，其实我们听到的是心情非常不舒服的，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是执着呀，但是它跟我们的任何的事情都是一并来的，而且它的发生悄无声息。我们应该如何去跟我们自我的执着和自我的想法去画一个界限呢？明显的就是啊，宇宙会帮你做出判断，客观事实会帮你做出判断，所以只要随着这个时间里边一切的这个事物的周转去走，随着它去走，你们将会从圣杯王后变成圣杯4号。就圣杯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有无限的爱，但这一章呢，其实是在
宣泄他的情绪，而且情绪其实会变得比较大一点。这张圣杯皇后其实是一个为爱而痴狂的角色，有没有？有无限的爱、幻想、浪漫和天真，但同时呢，眼中有一丝的失落。我今天看到一只小龟龟啊，也就是很多圣杯皇后的朋友，你们其实周遭是有幸运的，可以说是积累的，你们有可能有一定福报和有爱你们的人，但是你们有可能当看见了一件事物的时候，你的眼中再难有其他，这会让你被困在一个宝剑九。伤心、失落、委屈噩梦阶段。而这个阶段是什么？其实是你上一个可以说上一世和你过去经历的一个剪影。你有可能在这个碎片里边呢不断的去体味，而且你会把这些碎片有可能重新再拼在一起，把对于过去的一些人甚至是原生家庭的一些执念或者说情感吧，移动到一个新的人或一个新的情景当中，不断的进行这个拼贴呀、复制和连接呀，让你们会感受到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对待你最初的一个感受和最初的情绪、最初的希望物是人非的时候啦。圣杯4号，从圣杯王后到圣杯4号是什么啊？情绪泛滥。如果它出现逆位的时候，我们可以代表的是这个水在上，人在下，我们要不要被淹没啊？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要被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心魔淹没了？而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个转机，就是你有幸运的指导灵在帮助你和陪伴你，并且在过了一阵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并不是你想要的。我们这边有些蛛网，有没有？其实圣杯4代表了一种等待，代表了你在一个旧的环境里边并不想要任何新的，甚至一些朋友你们是拥有机会的，但是你不喜爱这些旧的机会，你再也不想要旧的状态了。好的，OK， 这个时候 Justice 出现，而代表了其实你们有可能在未来的1个月左右，很快的你将会平衡和走出来。好，你将会脱离这个过去的矩阵，这个就是你的生命洗礼了。好，第2个牌的朋友其实不容易的是过这个情关和过我们的情志，就是这个情啊，在我们的心轮，在我们的喉轮这个地方，因为喉轮其实也连接了我们的理性和一些判断力，我们的沟通和表达。好，当我们有很多的新的怨结啊、怨怼积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觉得举步维艰，做任何的事情都非常困难，或者说我只想要这一个，我想要去建立的是平衡的。这个平衡有可能甚至是我们认为的幸福的来源，但是答案是否定的。你的幸福来源是你自己，是宇宙的公平律啊，公平法则。你的幸福来源于你和高我的连接，来源于你真正的在情绪当中又不会被情绪淹没，你战胜了情绪，重新的爽利做回自己，这样的一个状态。也有些朋友你的关系将会走向稳定，在之前让你感觉到非常纠结的一些问题，当你不在乎了，它反而会反过来给你回馈，也就是说有一些 offer 会出现，而这些生命的洗礼也会让你转过头来想一想，是不是我去对待一些问题，我对待情绪的方式不大一样。我这边蜡烛刚刚有点泡泡出来啊，这些泡泡什么很像水泡，就是从我们的心灵深处往上去排除到了这些执着和抑郁，好吧？所以第2排的朋友，你们将会从情志啊，这个志是那种停滞的志，好，停滞的志，滞纳金的志，好，你们从情志里边将会走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个情是滞住了，它在某一个你的经脉穴位里边停住了，压住了，出不来。好，这个其实是有可能连接到你的生生世世，所以我们遇见的人事物当成一个业力的平衡。当你经历过这个洗礼之后，你会发现你得到了更多，首先是公平的啊，你将会得到不错的判断、不错的给予、不错的 offer、不错的伴侣，然后你也将会发现其实这一切是垂直的。当你水平向上不再停滞的时候，你的路途没有其他，只有向上，没有其他的弯绕啊。好，所以这边我们看到这个词汇 shift、release or enjoy， 就是你要去转变，你要去释放，还是去享受它呢？这个是你的选择。但是我们现在要止住的是一些固定的模式。有一些朋友他有可能不是你的恋爱关系，有可能他是你的上下属关系呢，他有可能是你的亲情关系，有可能他是你和周围的这个世界的关系，包含了友情、亲情、爱情，好吗？OK， 整理好你和你自己的关系，这一个关口你将会过去。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生命洗礼呢？因为有可能是我们带着这个情志的种子来的，然后我们会把这个种子，因为它已经长熟了啊，放下，好，或者说释放，
然后我看到一些朋友，其实你们心里边是放不下一些人的。这个 Four of Wands 很特别，代表的就是通过一个结界再去显化一个人，我只要你那种感觉，有没有？但是得到与不得到又如何呢？出现了 Four of Cups 在后边，就是拥有了，你拥有了，但是你又会觉得这个没意思，原来这不是我想要的，原来这只是一个 repeat， 这只是一个循环罢了。所以朋友，你们在感情里边不一定是输的，但有可能有的时候是不开心的，没找到自己的。然后在我们这个圣杯4号当中有很多典籍，有很多蜡烛灯、油灯啊，也就是智慧就在你的心灵深处，然后你们将会聪明几境的去找到你想要找的正面景气，或者说这一个公平，这一个因果的平衡。然后你们将会记录它，你们将会学习它，你们将会理解它和传递它，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洗礼了啊。好，下面看一下啊，连接给我们未来的这个好运和我们这个高显化的转变是什么样的呢？我认为很多朋友你们这个是一刹那会完成的，有些朋友会说我这已经很多年了，或者说这就是我呀，为什么我要去转变呢？因为这个时间来了，我们在跟着时间变化啊。OK， 所以在未来这1个多月里边，你们一定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好，下面看一下我们直达的好运天哪，好棒啊 ！Ace of Wands， 天哪，看一下啊 ，Page of Cups，The Star。好，我们再看一下后面的牌是什么。我们飞出来蛮多牌的啊。Ace of Pentacles 这张牌是单独飞出来的，我们再抽一张 Eight of Pentacles， 金币1号，金币8号。我觉得你们将会在未来快速的找到，因为2张1号牌，快速的找到你的目标，并且专心去做。如果这个目标是你的事业，是你的未来的这个工作，你的创造创意的话，你将会变成公众人物，或一些朋友你们本身就是公众人物，你将会走到更前面，然后你将会更专注，你将会把你的这个人生的使命和你头脑中的智慧，你的创造的能力全部展现出来。这张牌代表你有新的选择，你将会放掉过去的幻想幻境。我觉得一些朋友你们将会从情的执着里边走出来啊，这个不再执着了，不代表你不会拥有爱情，相反你会经营非常稳定的爱情，并且专注于自己，重新的爱上自己。这边2张牌啊 ，Queen of Cups、Page of Cups， 圣杯王后和圣杯侍从的逆位，代表一些朋友啊，你们如果在稳定关系里边的话，你们的关系会转变的。如果你不打算离开一个人，如果这个感情是痛苦的，你并没有打算去退后和放手的话，你将不再去用你的方式期待什么，你将会用你的方式去创造。所以我看到反而是退回你的世界去创造自己的时候，有可能你的关系将会重新的达到某一种稳定。好，未来也将连接的这个属于你的不一样的发展。我看到在未来的某一个刹那，当你愿意放下手去放弃掉一些情绪和某一种盼望，当你愿意实实在在的开始去做一件事情，我们说重新开始啊，因为2张1号牌，当你没有犹豫的下意识去做某一个选择，好，这个连接你未来的一个广阔的人生。有很多朋友你们的职业发展轨道将会敞开，这边出现金币1和正义牌，很多朋友你们的这个事业将会走到一个专业的，然后还是一样公众的、大众的，并且可以服务和帮助很多人，有跟很多人去进行合作连接这样的一个状态。金币8号其实是一种闭门造车的感觉，所以很多朋友你们会创作，然后你们有可能会去专注，你们有可能会研究和深邃的去进行这个实践。所以我看到你们带给这个世界的这个作品，以及你们本人的这个状态，将会是好，非常具有专注力和非常具有质量的，你们将会带给这个世界非常好的东西。好，我们这边有星星牌的逆位，我们看一下代表什么。Three of Cups， 你有别的选择啊，如果在爱情上也是一样的，你可以出去交友，你可以去重新的做回自己，你可以看一看这个丰盛美好的世界。还有一些朋友，你周围一些人将
对你已经抛来的橄榄枝啊，或即将对你抛来橄榄枝，它有可能是其他世界的人，这个其他世界有可能是不在你目前的工作范围之内，不在你目前的这个三维世界的这个交友圈、工作圈里边。但是我看到，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和转变，让你看到，有可能在你专注的人事物以外，有更多美好的东西正在生成。有不少朋友，你们将会去被邀约进行这个合作呀、共情和创作，有可能这当中会有新的机会，会有新的合作，也会有新的合同和项目产生。如果一些朋友你们在就是前几个月啊，或者说半年之前开始你在专注某一个项目和事业的话，好，在未来的这1到3个月之间，你们可能将会有新的选择。我看到第二排的朋友啊，你们没有这个转业的意思，就是你在金砖的这个部分，其实是你可以为人类、为你的自身做出巨大贡献的地方。但有可能会有更多的人需要你和理解到你，以这样的一个方式，你将会成倍的去扩张你的能量，扩张你的这个影响和辐射的范围、影射的范围。我觉得一些朋友其实你们内在是非常具有艺术气质和情绪化的，你们会跟着情绪做选择，也会跟着情绪去做期待然后宇宙在告诉你的就是，当你的幸运出现的时候，是你下意识的不自主或者说不小心的做出某一种改变的时候。好，所以尊重你的情绪，好吗？尊重你的情绪，去释放你的情绪，但同时不被它影响，它不是你世界当中最大的，你世界当中最大的永远是来自于你神识、你的高我、你的灵魂本身的声音。有一些朋友啊，你的这个意想之外，因为出现星星的逆位，就是你的意想之外和你的判断之外，你的计划之外，有可能会出现非常好的机会。这个也连接到感情，也连接到工作啊，或者说连接到你的合作方，也连接到你的友情的一些选择，所以你有可能有更好的选择在未来。好，这只是一个提示啊，我们再看一下有什么样的一些消息，一些我们可以连接的快速会发生的这个好的消息和事件啊。Nine of Cups， 好。The Lovers， 好，这边出现了 Wheel of Fortune， 金币10号这些牌一起弹出来的啊，所以我们放在这。Devil in Reverse， 逆位的恶魔牌，正位的猎人牌，就是理想的爱情、健康的爱情，可以稳定下来，甚至一些朋友进入承诺关系、拥有家庭的这样的机会将会到来。不少朋友你们在情感上是转运的，合作上是转运的，人际关系里边也是转运的。所以我看到其实第2排的朋友非常重情，你们很重情的。所以让你们彻彻底底的排空这个感情啊，或者说排空对于人的这个期待，其实是残忍的事情。那相反，你们应该去 enjoy， 你们应该去享受。所以出现了圣杯9号，让你可以去享受的亲密关系，然后或者说新的选择，足以改变你命运的选择，让你可以进入更高的、更广阔的平台的选择。这个也包含了事业将会出现，而且你不必担心，这些选择不会让你被困住、被绑定住，甚至让你陷入执着和陷入过去的模式。原因在于什么？你在用一颗满足的探索的心去连接它和显化它，这个是你显化的产生啊。因为圣杯9这张牌在这一套里边，它是一张显化的能量，有没有？我们在想，我们在感受，我们在运用我们的灵魂的法术啊，让这个满足，让这个愿望达成。好，所以很多朋友其实在你的一念之间，这些事情已经全部被安排好了。那我们可以去做的就是去体验它，去让自己体验它。有一些朋友其实你们会被邀约、被喜欢，或者说被邀请。从这些牌里边能够感受到啊，这些邀请是善意的，是可以跟你长久合作的，是可以种下善根的，并且可以长得非常的繁茂繁盛。如果一些朋友你们在担心的是那个经济啊、债务的问题啊，或者说你们在积累财富，你们在显化未来的丰盛，还有一些非常好的合作和让你们可以去自我展示的机会将会生成了。我认为这个是
意料以外的，然后非常让你惊喜的。这些机会呢，会集中的出现在年尾，好，到明年的1月，或者说明年的1到6月。未来来看这个影片的朋友，在未来的这3个月过后吧，你们将会体验到很多美好、很多善意和很多让情绪舒缓和快乐的信号。命运之轮代表了，首先这也是你的命中注定，再有就是你们在人际关系和情感上是转运的。如果有些朋友你们是还有就是在感情上，我们再分析一下 The Hanged Man 标人牌，这个是 Three of Wands 权杖3号的逆位 ，Four of Pentacles。好，我们让这个牌飞出来啊，好，长久的，如果是看不到未来的一个不稳定、不确定的状态呈现在你们眼前了 ，Five of Cups。我们再抽一张啊，出来2张。我看到其实你们需要的是让自己从这个还是一样啊，对于美好感情的这种珍惜，过去回忆式的一些呈现，或者说有些旧人已经出现了啊，这个其实不是要锁住你们的，是要让你们在当下把过去的这些情志都释放出来。就旧人来了也是一样啊，旧事来了也是一样，去释放掉它。所以你们需要让自己去理解到。当下这个，如果你们经历的这个情感呢，我认为这是一个情感的矩阵，你们需要把它破除掉。意思就是，如果长久让你们付出，然后没有看到未来，没有一个稳定性，甚至让你们的情绪锁住的一些人事物，你们需要非常清楚的去干嘛？把它放在一边好吗？一些朋友如果做不到，我看到很多是水象的朋友啊，双鱼、巨蟹、天蝎，就是情绪会有奔腾。或者说这是你对于自我的执着，你对于生生世世的执着，把它放在一边，因为这些它是一个障碍，这个它并不重要。然后你们需要是踏实和坚定稳定的去进行你们3维事业的建设，比如说工作，比如说社交，比如说建立新的目标。好，我觉得一些朋友你们在这个感情上，如果在寻找出路的话，这个是你给自己的标准。好，这个标准有可能会影响，比如说你希望周围的人会怎么样反馈你，希望周围的人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连接你和跟你一起去搭建这个生活或者是生命，这个其实并非必要的，这是不必要的。必要的是什么？是我们拥有一种突破的勇气。我们有一些朋友是突破原生家庭有一些朋友是突破你的自我，然后在这个过程里边去进行了学习、经历和体会。然后我看到在最终呢，你们的状态将会成为一个 Queen of Swords， 也就是这个时候，其实你将会理性，你将会稳定，你将会成为一个做选择的人。从逆位的圣杯皇后变成宝剑王后这一条路不太容易走，但这个生命蜕变完成了之后，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会非常的聪明。这边底牌我们看到 Nine of Pentacles， 有办法然后去比如说显化和丰盛你的生活，有办法去吸引到良善的人事物，有办法让自己去重新引领这个局面，站在舞台的中心。我认为你们有非常强烈的能量，是做一个自我的清理和明示自我 Queen of Swords。 你将会非常理解比如说这一件事情它的缘由就理，并且你可以理性的去做出判断了。这个时候展现在你眼前的希望它是真正的理性的永恒的希望，而且呢可以将你引向不断的丰盛。有些朋友好像在选择那个独自美丽独美好不好？有些朋友在选择独自的成就和成功。这个独自里边代表了什么？你将专注于自我然后也可以通过专注自我的方式去跟周围的人搭建关系了。当你的自我真正确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我觉得是未来3个月，好吗？星座来讲，刚才看到水象这边看到这个水瓶、双子、天秤会出现在这一组里边。好，星座只是一个参考，我认为这只是一个短暂的我们需要去排毒的阶段，不代表我们一直都有这个问题。有可能最近只是我们的情绪被高度影响了。一些朋友会就是你心中这个非常容易触动你的很伤心的地方重新的触动了你，又重新的伤口发炎了。我们的伤口或者说这些碎片浮上水面的时候，是让我们理解我们究竟拥有什么才能够去
理性的、幸福和坚定的传达完我们这一生需要传达的爱、信念和使命。我觉得你们将会在未来一个阶段通过这个简单的暴风雨啊，回归到你的宝座。外面现在的雨下的蛮大这是一种净化，会帮助我们第一组的朋友啊进行这个净化，就在未来这几个月当中。你就认为你们不会再绕回原路了，这个 relationship 再也不会重复它就有的模式，因为它将是丰盛的、全新的，而且是你非常非常欣赏或者说在过去一个阶段非常艳羡的，你不需要艳羡任何人，因为这个阶段和这个机会将会以它的方式呈现在你的世界当中。好，这是你们值得的最后看一下我们其他的卡牌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抽了几张首先来看这个我们的守护灵在告诉我们什么？18号 Bright Heart Light。 好， Open Connections。 好，点亮你的心之光打开你和一切的连接。所以这张牌代表了其实第一组的朋友，你们是保护自己保护的好好的，而且你们有可能心底和心轮底本身就有这个累世的伤痕，所以在最近这个阶段你们会修复心轮，并且呢更快的去打开它。一些朋友你们可以去连接绿色植物和森林草地这个会帮助你们去疗愈你们的心轮，并且呢将这个光展现出来。我看到你们其实是内心非常纯净，以及对这个世界有美好向往的人。所以其实你们高敏感，我们刚刚也说了，当你和人产生连接的时候，你会连接到他很多信息，甚至是生生世世的信息和情绪，所以你们其实有的时候容易被干扰。打开心之光之后你们也会有一个强烈的保护罩。所以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两张牌有没有都是在这个冥想和打坐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因为你们在建立你们的保护罩。这边第一张我们看到10号牌 Communication， 当然这个牌里边的这个交流只是代表的是你和你高我的交流，你的内在交流，所以你们需要给自己一个时间跟你的内在进行一种交流，进行一个会谈谈话了。好，你的内在比如说你的本我以及你的高我在给你什么样的一个信息，你需要经历什么，你需要在这个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爱护自己，取得什么样的信号和信念。好，这是最近很多朋友可以去体会的。这两张牌都是15号这边我们可以看到10和21的数字，这边15号，这边15号 Ground yourself 就是让我们 grounding 嘛，这边我们也看到树有没有，然后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这个心轮的信息，所以这两张牌也告诉我们一样的信息，是我们要护心轮护心轮。我们这个牌怎么长得这么像？这边我们头顶也有这种头顶轮，或者说这个太阳月光正在给我们头顶进行加持的这个信号。所以在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在冥想和静坐以及打坐的时候，有可能你们会去贯通到更高维度给予你们的信息这个日月在给你们一定的加持，让你们的头顶轮更加清亮。有不少朋友我觉得最近你们的心轮里边的这个可以说是小鸽子，和平的鸽子和亮光正在飞出来，所以我觉得你们需要浇灌你们的心轮，像是浇灌你们心的森林一样。好，第二组的朋友，我认为你们正在找到你们人生的方向这个牌很明显你在找到人生的方向，你在突破过去的一些维度上的困扰，然后释放自己，看到你灵魂的天空在哪里。所以我觉得你们有可能在最近重拾了你们的一些兴趣重新拥有了信念和信心，去专注当你们去专注做一件事情去学习和了解一件事情的时候，或当你们专注去找回自己，然后去把它变成三维世界里边的一些事件。比如我专注做一件事情，今天我要去专注做一个表格，我就专注做它；我专注做一个申请，跟一个人谈话，我专注于谈话。这个时候我也能够看到第二组的朋友，你们会发现其实你们灵魂的天空特别的广阔，因为你们太有爱了。有可能在之前的一段时间，你们误认为这个爱是跟一些人的一些事的连接，但其实这个爱是广阔的。我认为第二组的朋友，其实你们在这个三维星球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帮助这个维度
帮助这个频率是更加和谐和更加高频的。所以在这之前，你们需要先爱护好自己。有些朋友，你们的这个事业和这个人生方向将会再一次定下来，在未来这3个月过后，也包括一些朋友在重新寻找事业的方向啊，重新创作啊，重新的爱和看待这一切的时候，这些牌有没有是一样的一个方向？再告诉大家，你们的眼中看到的其实不需要是任何人，不需要是任何的背景，只需要是你们自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你们将会发现你的世界将会以新的方式构建。而这个我们看这个 repeat 将会变成什么状态啊？ Knight of Pentacles， 好，它会停止掉这个重复啊，这个 relationship 将会变得稳定。好，然后这个是在未来3个月，或者说未来的阶段里边，你将会拥有非常稳定的感情了，会有非常稳定的人际关系了，或者说你和一些人际的这种纠葛等等将会停下来，变成一个稳定、美好、坚实，让你感受到踏实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再看一下 Your Spirit Guide， 你的灵魂的导引指导灵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再抽最后一张了，让大家去把这个信息清晰的展现出来。这个牌飞出来了 The World 世界牌，天哪！你的世界将会变得完整，你这一切是完美的安排，你将会从你的这个门里边走出来啊。这边有一个大门，有没有？我们这边也看到了，你将会从这个门里走出来，来体验这个美好的世界，这一切将会为你而发生。所以你是完美的，你是指导灵心中完美的灵魂，所以没有任何的缺漏，而且你心中所讲的一些事情应该是会完美的形式再构成和发生的。你们可以清楚地问自己的内心当下需要什么，并且去播种它，好吗？然后我看到你们的指导灵好爱护你们哦，你们将会美丽的去体验这一切。祝福第2副组牌所有的朋友，非常感恩跟大家今日的连结和共同的学习，希望可以将大家需要的讯息、疗愈和能量送给大家。祝福大家在未来一个阶段开心、平安和幸福。感恩跟大家共同的学习，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3副组牌一颗孔雀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看的主题是高显化通道。我们要看一下在未来3个月我们将会完成什么样的生命洗礼呢？那即将连接或显化怎么样的好运到我们的生命呢？指导灵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3组的朋友们。好，对应一颗孔雀石啊，首先我们也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第3组的朋友。我们看到大天使啊 Archangel Metatron， 大天使梅特龙。好，我们可以看到大天使啊，它是在播撒人类和宇宙的智慧，那并且呢把远古的这个智慧和文明带到人类当中的重要天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天使手中有一本神圣的宇宙智慧之书啊，在传递着重要的知识和信号。我们可以看到 Ancient Wisdom 啊，远古智慧，看到金字塔和满月。前面看到 Understanding， 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去理解了远古的智慧。第3组的朋友，这个其实也跟你们的宗教或你们的教育有关系。我看到你们重要的生命洗礼其实是一种智慧的升级和一种学习，并且有可能在灵性上，在你们的智慧判断上，在不断的去进行着这个升级以外什么改版吧，这个 upgrade 啊，改版加升级的感觉。我看到其实第3组的朋友啊，你们本身在灵魂到达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有非常多的大天使在你们周围进行着保护，并且呢，你们有可能在教育上，在有可能在宗教的背景上是有一定的因缘的。我看到你们其实是完全可以去了解到当下生命啊移动到这样的一个轨迹，缘由是什么？你们可以拥有什么样的智慧，拥有什么样的技法和技巧，去带动你们的生命，甚至传递这种智慧，帮助到周围的人。有些朋友你们会成为老师啊，你们会成为智慧的传递者、牧师啊等等，然后一些朋友你们会喜欢和愿意、乐意去奉献和布道。而所谓这种布道精神，其实是对于高度的爱和高度的理想的一种憧憬，和一种在我们三维事业当中所做出的一定的救赎和一定的奉献、奉爱和慈悲。
还有一些朋友，其实你们本身的这个读书运势和智慧、聪明就是比较好的，所以呢，你们其实比较容易有可能就是记忆力很好，智慧很高，理解到不错的典籍，或者说你们会拥有不错的一些教育背景等等。而这些呢，其实在帮助你们去理解这个三维世界更多，我们看到的更多，我们理解的更多，那我们升维的可能性和速度就会越高。3本身它是一个重要的数字我们经常会提到，所以其实我感受到在第3组的朋友，你们点开这一组的时候，你们会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扑面而来的属于你们的气息，有可能这也是你们的守护大天使和指导灵之一。有些朋友喜欢读古籍然后喜欢那个读经典，而且你们的这个理解和智慧是比较通达的，所以是一点即透的。你们有因缘去到一些神圣的庙宇和遗址古代文明的遗址，这会有可能是你们记忆的一部分，有可能这是你智慧得到点醒的这个重要的因缘吧，机缘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天使在帮助你去连接这些重要的地方。我们这个牌里边也可以看到星球或一个满月的信息，也就是说在未来的这1个月当中我们是中秋满月快来了第3组的朋友其实是更快的，因为你们具有仁爱和智慧，所以在你们的身上更多的事项会被快速的整理以及快速的显化。我们看一下副牌是什么，我们抽到是29号这边我们看到29号这个数字Your path may be bumpy，你的路途有可能是曲折的 ，but this will alter soon。好，但是这种可以说是波折这种风浪比较大的感觉将会马上被改变这个快速让我觉得应该是对，在这个下一次满月到来的时候我们当下是这个9月1日，有可能在未来3个星期，很多朋友这个改变将会很快。然后我们这边也有一种在风浪当中，我们拔得解脱有可能在苦海里边拔得解脱，我们拨开了云雾，看到了天日的感觉。这个天日也是我们对待高度的智慧，我们会灵魂的救赎，或者是觉悟和觉醒的一种向往。所以我觉得第3组你们很快就会得到一个明显的这个提示，你们会得到一个所以然的，就当你们在追求很多东西，包含了智慧的追求，包含了破掉一些执着，然后包含了在人生当中一些经历的追求，你们将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智慧的暗示和提示，然后这也是一种吸引会吸引你们走向更高度的智慧和更高的维度。你们是走在比较前面的人，所以我看到在你的背后有这种橙红色、粉红色、紫色的光环这个光环其实是你们的 aura， 也就是说你们当下这个气场和气氛。还有一个信息就是你们周围有着这个 master你们有着这个 masters 好吗？很多的大师或者说很多的大天使在对你进行指引，所以你们将会升维和可以说离开过去的这个状态更快一点。好，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的 Tarot 塔罗牌在告诉我们什么。未来3个月，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人生洗礼而且是完成的这个洗礼是什么？这个牌就有一种洗礼的意味，有没有？好，我们从水中出现我们的这个灵魂飞升上来，这个感觉好，洗礼，看一下我们将要完成的是什么。好，第1张 Knight of Swords 宝剑骑士牌，我们继续抽好，这by the way，这只白马好可爱OK， 好，宝剑骑士牌。我们继续来抽飞出来好多，整理一下。我感觉这是白马，白白软软的，浮绒绒的。好，我们再看一下这边飞出来的卡牌 Temperance in Reverse 节制牌的逆位，抽一下洗礼是什么 Four of Cups 圣杯4号的正位。这边呢 Justice in Reverse 逆位的正义牌。
这边看到了 Five of Swords， 宝剑5号的正位。我们再抽一张呢，好，飞出来了。Six of Wands and 这边又飞出来一张 Ten of Wands。第三组的朋友啊，这场洗礼不容易啊。我们看到2张大牌的逆位，节制牌和正义牌的逆位。你们遇见了是，我感觉是有一点糟糕的人际关系，或者说让你们感觉到非常不公平和内在破损的一些事件。我觉得你们其实是首先聪明，而且那种聪明绝顶的冰雪聪明的感觉。所以当你们进入这个3维世界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们理解那个规则，却就不得不下意识去打破它，因为你们会有点厌蠢嘛，厌蠢症啊，或者说你们会觉得不喜欢那种繁琐的套路式的，而且是旧有的模式。那当下我们恰好这个冥王星呢逆回摩羯座，并且呢要在未来进入一个水瓶时代啊，这个离火时代已经开始。所以在最近这个阶段，我认为第3组朋友的叛逆精神是尤为强的，而且情绪上来讲，你们也会突然的想到一些什么，并且你们打算去真正冲出去做一下，看不惯的，不想再忍耐的，让你们觉得不公平的一些事件，你们都想去讨要一个正义和讨要一个公道，或者说让它能够呈现一个有所以然的一个形式。我认为第3组朋友，其实你们内心里边是真正正义的人，是真正拥有大天使能量的人。因为我觉得你们会有一种高度的灵魂纯度，但还是一样，如果在这个3维世界里边的话，更多的时候你们会遇见的是一些有可能是非议，有可能是诽谤或者是棒喝，以及一些算计。为什么？因为其实在当下我们这个时间节点也罢，还是我们人类的共通性也罢啊，我们有可能很难去完全面对一个特别直接的东西。如果这个好，黑是黑，白是白，或者说智慧就是智慧，解决就是解决，一个非常直接东西呈现在大众的眼中，会容易让人觉得你是一个异类。我这样说我没有点应该不为过吧。对第3组朋友来讲啊，首先这个2张牌的逆位并不代表这是你们的缺点或你们有缺漏，相反是你们有一个完美性在身上，智慧的光的完美性在身上。所以我看到其实你们是一个智慧的战士和勇士，你们不太怕，你们不太，甚至有的时候不太计较你们的得与失，荣耀与暗淡。其实你们心中追求的是一个不变的真理，但唯有求理的时候，人有的时候会变得锋利人有的时候会变得无法接近人情，甚至在内在里边，你们有可能积累了太多那种否定的或者是被否定的经历和压力，让你们觉得你们并不喜欢这个3维世界的东西，会有的时候是出现了厌离厌离就是讨厌和想离开这个3维世界，这个出离心嘛，我们佛学来讲出离心也会从此产生。也就很多朋友你们想要闭门去学习智慧，你们想要去离开更多的人，甚至呢在一些竞争里边，你们会发现你们不屑于去进行一些负面的竞争，但周围还是有一些所谓的这个冤家呀，所谓的一些小人，或者是让你们觉得不舒服的人他们有可能会影响你们，也有可能在某个阶段就跟你们分道扬镳了，因为这个并不是你们固定的业力带有的。当正义出现逆位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第3副牌的朋友，你生命的洗礼是干嘛是让你通过你的理性和智慧求得平等仁爱所以当这个能量出现了一定的偏颇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觉得心态不是很顺我们很聪明绝顶，但是一些事情不是很顺的时候，我们要的是什么？这边有圣杯4号是3+1的一个意思。3是当你有了3个圣杯，这里边有智慧，有可能有机会，有可能有一些你可以去用的一些方法或者说技巧等等，你不想要，那宇宙又给了你一个圣杯。那4号其实是你在接受，在思考，或者说你在抗拒的一个过程，因为圣杯4代表休憩、休息，暂时什么都不想要，给我都不想要。所以这个圣杯里边呢，我们看到3+1为什么要这样讲？圣杯1它就是圣杯1，我们看到这个出现的圣杯1也是你的爱的浮现。也就是说，宇宙在这个时候告诉你，你拥有了很多法器，不过这个时候你需要拥有一样，就是内心内在，你需要以爱来灌注它。
好，当这个爱呈现的时候，有可能之前的一些不公正和不完美会在你心中变成一个完美的课程，让你干嘛？接近胜利，让你拥有了责任感。就是在这个三维世界里边，我们要有一定的责任感。做人也好，做事也罢，除了闯荡的精神以外，我们还需要有一种必胜的责任，就是你的责任是通过这个智慧去胜利的，去团结很多的人，去让人看到你的光芒，而不是我们在一个角落里边失落。所以这个第三组的生命洗礼我感觉挺立体的，就是有些朋友是你们是有一种木秀于林的感觉，你在这个树林当中是最高的那一棵树，非常的茁壮，然后一样啊智慧，还有就是鹤立鸡群的感觉，所以风必摧之嘛，会有这个风。我认为这些风有一些是业风，就是业力的风，也有一些风其实是带有了一定的嫉妒和排斥。比如说你和周围是不一样的，你难以融入，很难去 fit in 啊。其实第三组的朋友，你们是高智慧的。不一定是高敏感，但你们一定是高智慧的，所以这种难以融入会从你们的儿时深入到当下，而在当下啊，这个冥王星发生逆转的这3个月里边，你们会搞清楚你们最需要的是什么。那个爱一旦浮现了，你会发现其实你可以轻易的取得胜利以外，你也可以取得的是责任感和赞美。2个权杖出现了，我认为第三组的朋友做事业的，或者说你们是做事情的，你们是要去体验的，而不是只是闭关了。也有些朋友其实你的事情是内在的，你心灵里边你和自己的交代，如果这个问题搞定了，我们到底是做事是出世还是离世，就是那这个离世啊，就是离开我们这个三维世界，我们进入我们自己的小世界里面进行修行，都是可以的，都是 OK 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固定的旅程是让你们波折，这个波折我们从这张牌里边看到了啊，你的这个旅途有可能有点波折，但是 but this will alter soon， 它马上就要平息了，会马上转变的。当然这个转变不一定是说平息，但是我看到这个转变是胜利的，而且你的胜利是有责任感的。为什么？有可能一开始你的聪慧不需要责任感，天生的，很像是一把宝剑啊，一把轩辕剑，你是一个天生的这个 crystal 水晶，你是天生的一个利器。就当你出现的时候，这个附近没有负能量，只有智慧能量。但是呢，有可能这个能量它是不容人的，很多人没有办法聚集在你的身边。所以这个你的人生洗礼就是，当你理解了什么是仁爱，你接受了这个爱，圣杯1嘛，这边我们看到这个手就是圣杯1啊。当你接受了圣杯1，你的心中有爱流动，你不再去只是明辨和评判是非的时候，你会胜利的。所以呢，第三组你们将会胜利，你们将会改变，你们将会过去有可能你的言行只对你的智慧和你自己的成长负责。我看到你们很有才华，你们很有天赋，你们非常特别，但是未来你也将会对你的人生踏实的负责，一步一步往前去走，并且你将会去建立属于你的这个，有可能是团体，有可能是生活，有可能是团结周围的人，你将会吹响胜利的号角啊。 Six of Wands 是胜利，权杖10号是责任。所以这2张牌是我们后边去 clarify 出现的，这是你的转变。好，第三组我认为你们会胜利啊，但是这个洗礼对待大家来讲其实是，就是你们对待智慧也有一定的执着。然后这边 Temperance 的逆位是你不善于去疗愈自己，如果你累了，你只是累了，很多时候你心里边有一些缺漏和一些遗憾，你不善于去补足它，不善于去发现它，所以你们其实钝感的。也由于这种钝感，其实这种钝感是你的一个保护罩。如果你太过于敏感又这么聪明，惠及必伤啊，聪明到一个极点你会伤心的，所以天使和宇宙不想让你伤心，所以让你在某一个情感和情绪的结界里边封闭起来了。我觉得你们其实有一种洒脱和潇洒，你的灵魂超潇洒的，然后很飒爽。如果不管是男孩女孩在这一组，我认为都是俊美且有气质的，这个气质非常悠扬，而且不同于人。但我觉得其实你们在未来能够去成功体现的和成功去打响的也是你这种特别。有可能风向转了，在离火时代，在水瓶时代，很多东西的这个审美啊，或者说价值观念啊，我们的理念转变了，你反而又木秀于林了，就你又生长了，你又特别了。但这个时候你也会背负一定的责任。当你拥有了名声，当你拥有了赞誉，当你拥有了机遇的时候，你们将会非常踏实的去践行它，而不是像过去
有可能你们只是去做一些事情，只是去进行播种，而不愿意去享受，因为你不喜欢三维的这些东西啊。你们会喜欢，为什么？这个喜欢并不出于那个私心上的，你喜欢什么，你爱什么，你喜欢什么颜色，你喜欢什么人，而是你喜欢这个旅程带给你的厚重。对，你们会从风的状态变成一种落地状态。很多朋友你们是风象的，天平、水瓶、双子、射手，有些水象星座朋友，火象也有，这个星座只是一个参考啊。我们看一下好运啊，我们这边分析了蛮久这个洗礼，因为这个洗礼我认为智慧重要，但有的时候又在最近这个阶段有可能是非常容易再一次刺激到你们的千万不要紧张啊。然后我认为你们可以去做的 Four of Cups Five of Swords， 这只是一半，然后这边是圣杯4、宝剑5和权杖6，你会成功，但是成功的路途它就是曲曲折折，然后呢是让你们学会了有可能是那种厚重感那种厚重感啊，然后那种爱和那种坚韧，好吗？我们也可以说把这个当成一个修忍吧，修忍辱的一个过程。好，我们看一下好运是什么啊？好运这边我们出现的是 Knight of Cups， 圣杯骑士的逆位，或者说我们在显化出来的这个高显化是什么？我们再抽一下啊，高显化的。第二张 Eight of Wands， 权杖8号的逆位。好，第三张我们看一下 Two of Wands， 权杖的2号。哇，好美好亮的一颗水晶球啊。好，我们再看一下啊。Nine of Wands， 好多的权杖啊，一些朋友你们身上有火象和天蝎的特质啊，因为我看到火象就是聚齐的时候，往往会产生天蝎，因为其实天蝎的冥王星是数倍的这个火能量的集合啊，天蝎能量重的朋友在这一组。再看最后一张啊，The Hanged One， 吊人，好神奇哦！我们再抽一张啊。我们再 clarify 一下，出现了，我们看一下啊，Six of Pentacles， 6号的权杖，好，6号的金币，你们的好运啊，我觉得第3组的朋友啊，你们其实是。就是在他人的眼中，有可能你是幸运和有能力的，但是在你的眼中，你其实是非常非常缺乏这个一定的机遇。就是你有一个非常大的远景图，你理解这个人类社会该怎么构建，知识结构怎么构建，但总是屡屡的在某一个阶段受挫。好运就是你将放弃掉这种受挫的情绪啊，首先你的情绪稳定了。Knight of Cups and Eight of Wands， 就是有可能在未来3个月，你将会遇见一些让你宣泄的机会，让你把这个淤堵啊，体内的淤堵都宣泄出来的机会。有可能一些朋友通过一些酣畅淋漓的运动，或者说冥想等等啊，打通了你的脉轮啊，把你过去的一些淤堵呢、受伤情绪、不得志情绪和疲惫给排出来了。紧接着我看到你们还是在做事的，所以你们将有一个新的计划，并且呢成功实现了。权杖9成功了，而且你们会建立属于自己的庄园。我们这个权杖9也很美，有没有？我们在这个薰衣草田啊，看到这个美好的风景的同时，我们有自己的屏障。所以我看到很多第3组的朋友，你们在未来这个显化是长期的，权杖2和吊人牌都是长期的。你们想要长期的进入一个修行的和自我修养的状态，并且呢，你们将会把这个智慧和果实分享给他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3组的朋友，你们有一些确实是会去做这个老师啊，或者说去随机布道啊，比如说那我遇见了一个机会，或者是工作也好啊，感情啊，然后或者说跟人交流的机会，你们会随机的会随缘呢，随那个因缘去把你们的这个智慧和你们的体验
送给需要它的人，并且呢帮助一些人度过他们人生的关口，人生的难关。你们的人生是一个就是说修炼的旅途啊，所以其实你们是自愿来，然后自愿在这个不断的改变里边进行一种领悟的。长期来讲，我觉得你们会有成就、收获，会有名利啊、名声和利益。也有一些朋友，你们会通过某一种奉献的方式循环的，比如说你们得到了，然后你们又去散播出去啊。这个不一定是金钱，有可能是智慧，得到智慧的去散发智慧。也有些朋友你们会集结智慧，一些朋友会去写书啊，一些朋友会去教学啊，一些朋友有可能会去通过给予无限的给予的方式来达成你们这个平衡。我觉得你们已经有了你们的人生目标啊，权杖2号，你们的这个不管人生还是灵魂的目标你找到了，所以你们会非常坚定的去完成它，并且这个过程啊，我们说就取经都是9981难的，所以出现吊人牌代表了有一些东西它还是会卡我们一下，波折一下的，但是你们会通过给的方式无限的让自己去接近成就和成功。这个意思就是很多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可以去学习和例行一下布施。我觉得第三组朋友你们是会布施的啊，就是这个布施有的时候是金钱上的，这个比较直接，或者是放生啊，或者是怎么样，也有是法布施，就是你们这个智慧 ancient wisdom， 你们有太多智慧，你们懂得太多了，所以其实你在给周围一些人的也是智慧上的布施，你在帮他们，在教他们，哪怕有的时候其实这个过程是要反复的，是要循环，是要有一定的耐心的。所以这边我们看到权杖10，你们在接受它，理解它。当然了，很多好的消息就是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将会经营长久的事业，而且你们的事业是开花的，而且你们将会拥有名声，拥有这个相关联的非常好的一些合作和利益，这个是你们为自己争取的。我没有看到你们在要去比如说连接任何贵人之类的，因为你就是很多人的贵人了。也有一些朋友，你们会在这个过程里边去寻找到美好的自己，并且呢，你们将会不断的发现美好的自己原来是能够拥有，也在不断的给的然后你们有可能会建立属于你们美好的花园，美好的这个生命系统，并且去享受它。然后在这个物质上将会丰沛，然后你们也将会拥有非常多的机会到各地去体验不一样的能量场。你们将会连接到需要你们的人，用看到2个6号吧，是需要你们和爱你们的人，好吧？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个人生活和感情上，因为我觉得你们的生活是不拘泥于一种风景的，所以其实你们是一个生活开阔的状态。感情上King of Cups in reverse 逆位的圣杯国王， The Star in reverse 逆位的星星牌。个人情感上或者说原生家庭上 Death， 这张 Death 好特别，生就是死，死就是生，有没有？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牌要给到我们。情感上个人的，除了你们的这个智慧、野心和你们的成就以外你们会有成就。当你们不再追求的时候，反而成就很多就是会像那个果子就熟了，就落到你们的地上所以这个金币6也代表了宇宙会给予你们那个付出巨大的持续的回馈，持续一生，所以你们是充足的。我们继续再看一下然后呢，这边是宝剑国王，看一下The Empress Yeah。 好，我看到一些朋友你们的感情在换模式，然后一些朋友你们在未来其实是容易成为这个母亲的，容易成为父亲的，就是你们将会进入一个和谐和美满的人生状态。你们的人生有可能将会拥有要么就是稳定的伴侣，要么就是你的后代将会出现然后其实我看到你们的缘呢，你们的缘其实是前世今生的缘，所以你周围出现的人
以及你的后代等等。如果一些朋友你们打算是未来可能我会拥有 baby， 或者说未来可能我会拥有一个家庭，然后到时候再看一看等等这个都是随你们的缘而来的。皇后牌代表了你是非常丰盛的，你要的都会出现在你的世界，而且是顺势流淌的，有守护你和爱你的人会来到你的身边。然后我看到这边有个过去时，就是过去时就是过去时，甚至是过去的你。所以我看到过去时的恋爱模式、生命模式，你和原生家庭构建的模式在锐变。我觉得你们的心灵将会得到真正的滋养和真正的平复。就过去在你世界里边的人他们不一定用正确的方式在爱你，用你期待的方式在爱你，所以你们是孤独的。但是转变过了这几个月因为这个是冥王星给我们的洗礼，这个能量里边带有太多业力了，这个业力洗礼了。我们说业力是什么？一些朋友会说，哇，是不是欠了什么要还？是不是有些人要对我不好？这个是浅层的一个表象，在深层次来讲，我们经历和穿越过这些业力是必须存在的，因为如果它已经有因，它现在是必须有果的。所以无论它出现什么，在宇宙里边它只是一个现象，只是一个震动，只是一个过程。经历过它我看到你们其实在内在，为什么这个手已经把圣杯国王打掉了？我认为有一些人已经在你们的世界里边，或有一些你们在意的情感关系连结，原生家庭的连结已经是过去式了，这有可能是父亲的能量已经是过去式，就是他带给你的影响是过去式，或者这些人这些爱情经历带给你的影响是过去式，失望，然后委屈或者说疲惫，全部都是过去式。你是崭新的，焕然一新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冥王逆行将会给你带来全新的能量，水瓶时代的能量。我看到有人在守护你所以你的你的骑士，你的王子，然后你的公主，你的女王 Queen or King 将会来到你的世界里边，然后你的世界在未来是完整的，就你将不再是孤单一人。我认为很多第三组的朋友，你们最近是孤单状态、排斥状态、断舍离状态，这是正常的，好吗？然后我看到在时间是11月就是我们这个土星和冥王都恢复顺行的时候，你们将会发现那个过去好像是一个梦一样，好像是一个历史一样，就是好像你大梦了一场，终于醒了，你手上拿到了这个光球，拿到了这个权杖，然后你终于愿意去不再纠结和不再甚至执着于某一种观想，某一种修行，某一种痛苦你们会发现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将会展现的。皇后牌，物质、精神、情感，你们的个人的形象全部是丰盛状态，而且这个过程呢是有人保护的，不管是你的指导灵，是大天使，是你的智慧，还是那个爱着你的人，那个拥戴你的人好，这个星座上来讲好，我们刚刚也讲了，这个冥王的能量比较重，所以出现死神天蝎座、水瓶座、风象，好吗？还是这几个星座，星座是个参考大家可以观察你们的星盘和最近的状态。好，最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指引和建议牌是什么。我抽了蛮多张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指导灵在告诉我们什么。41号，我们这边有3号，有41号，做减法有没有？好，你在做减法所以这个我们看到是 Circle of Internal Joy， 你将进入一个欢乐的循环，有没有？你将会从过去的循环进入这个皇后的状态。第三组，你们身上有神圣阴性能量，如果是男孩子的话，你们是阴性的男生，智慧型的或者是阴性能量比较强的阳性的人物灵魂会来到这一组。我们看到这边是 Timeless Dance of Life， 你将为生命而起舞的，你将会拥有智慧和无限的可能，你将会转身去享受你的生命。所以过去的这个皇后也是3号牌，有没有？所以过去的一些痛苦和一些挣扎，甚至是过去的一些嫉妒和冷落，周围人对你的冷落，那并不重要，那是你过去的一个阶段。Timelessness 就是你将会有无限的为生命而起舞的可能性。这里边我看到的第三组是第一组的这个 Twin Flame， 有没有anyways 就是没事了。这个里边其实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你们经历的课题不是那个情感的，不是那个 Twin Flame 的课题让你们怎么样醒了，有一部分它有可能是一个线索，有可能它是一个对，让你们灵魂引发觉醒的导火索。但是当你进入这个灵魂成长的界面的时候，
你拥有无限的让自己快乐和成长的机会。哎，我看到你们在华丽转身，然后你们的灵魂当中有神圣的指导灵在暗示和告诉你，你可以转换的特别的多，你可以拥有的智慧很多，你需要为你的生命而跳舞，而欢乐。如果过去是痛苦的，你未来的对欢乐也一样的大，甚至更大，好吗？这个是宇宙的平衡律啊，因果律，好吗？然后第二点，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我们的神谕卡这边是 Voice of the Soul， 也就是说，我们也看一下灵魂啊，我们的守护灵的声音啊。第一个我们看的是 Soon， 所以为了 clarify Soon for what， 就是我们马上就要干嘛了？这个 Soon for 是什么呀？所以我们抽了一张是 Reunion， 好神奇哦！这边因为我们在主牌里边也看到了啊 ，Your past may be bumpy, but this will alter soon。你的这个路途有可能是坎坷的，但是它会很快转变，所以这个转变又是一个双重肯定，就是又来了啊！指导灵告诉你很快了，很快了，很快了，好吗？然后有可能你的世界里边将会出现合作。或者说一些朋友在感情里边是复合，或你在重新找到你的灵魂伴侣，甚至这里边这个镜面是量子纠缠，你找到了高维度的你，所以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去不断显化丰盛和快乐到三维世界当中，好吗？总之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未来是丰盛的、快乐的、不孤单的，然后你们也是会去享受这个三维世界一些美好的东西和美好的旅程的。一些朋友说我不喜欢享受，或者说我已经享受够了，没什么美好的，一定会有，人性里边会有非常强的闪光点，就在这个三维是有强的闪光点啊，你们需要找到，好吗？好，最后一张啊，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疗愈卡给我们的信息是一个提醒，是31号，有没有31、41、13等等这样的数字或频繁的出现啊 ？Stop breaking agreements， 停止打破协议。这个牌这两张有没有很像啊？高维度的你啊，或者量子纠缠当中这个高维度的你在告诉你啊，你是神来的，你是有重要的要去完成的事情来的。所以有些朋友你们在避世啊，你们打算我放弃了，我讨厌了，我已经厌离了等等啊，会皱起眉头来看这个世界。你和这个三维世界和你的灵魂是有协议的，我们有这个 agreement， 还有这个款项，或者是有你曾经要让自己把自己推过来，要让自己去做的事情，所以千万不要忘了，千万不要退了然后千万不要只是看到痛苦和灰暗的这一面。那如果一些朋友最近我觉得你们的这个灵魂挣扎蛮大的，然后这张牌其实是一个停止的卡牌，就是让你们去改变一些什么。如果你们打算发生这个非升级的转变的话，你们打算在这个波折当中发生转变，飞翔出来的话，你们需要停止当下的一些想法和一些负面的、冷淡的，然后甚至是我去嘲弄这个世界等等啊。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很善良，你们不会这样做，但是你们的心里是累了。我觉得你们不需要强迫自己做任何的事情，比如说我强迫自己去坚持这个工作，坚持跟一个有毒的这个关系，然后有毒的这个事业，有毒的环境往来，你们不需要去强迫自己，反而你需要停止这种强迫的观念。你们不需要强迫自己做任何的事情，你们需要的什么？合作，和这个世界合作，和自己合作，和你们的尤其是你们的智慧合作你们可以去连接大天使 Metatron， 你们可以连接梅特隆大天使，然后它有这个神奇的几何图形然后梅特隆大天使是唯一做过人的天使，所以它具有人性化的智慧，然后你们需要把这个人性化的智慧也深刻理解一下。然后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充盈。最近有一些计划，我认为在冥王星顺行之后做更好，有可能是11月左右比较不错。所以一些朋友如果当下你们有些冲动的计划和想法，你们需要了解这个是你们的情绪，然后你们需要的是在一个顺势的状态底下跟着你们的智慧做出决断。然后我看到你们的指导灵在保护你们，
非常非常明显的在让你们幸福，就是接近人的幸福其实是一件快乐的事，一件你们意想以外快乐的事情。好，我们 clarify 一下这张牌 Stop Breaking Agreements， 我们 clarify 一下这张牌在告诉我们什么，给大家最后的信息停止打破这个协议。 Six of Swords， 就是有一些声音你们是没有听到的，有一些追求是你们这个灵魂，你们高我这个状态有的，但是现在有可能有一点被屏蔽了，所以你们有可能有点听不到声音和解决不了一些事情，解决不了内心的纠结。我们看到这个船在莲花河上有很多莲花在往前滑翔，有一种长河落日圆的感觉，非常的飒爽，非常的潇洒。我觉得现在有可能一些朋友，我们这个牌里边总出现6号6其实是一个胜利给予其实是一个丰盛且明理的一个状态，不过它只是一个状态罢了，我们还要往7号往8号去走。所以当这个6号牌反复出现，代表了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在一个节点上的，你们在一个去扩宽你们的见知你们拥有更多的感受力所以现在还没有通达。再抽一张是The World 世界牌出现了，这边有圣杯10号，也就是说你们可以连接大地之母，连接绿度母，你们可以做一些连接。然后我看到其实你们的灵魂有可能跟你们的灵魂母亲有着比较强的一个呼应，所以当你们找不到这个方向，找不到智慧的时候，你们可以去连接灵魂的母亲，好吗？也可以在冥想的时候去连接这个地球的母亲也是可以去连接的，因为这是一个神，好吗？我们地球的母亲，我们大地的母亲尤其一些朋友是绿度母，还有一些朋友其实是大地的守护灵是你们灵魂的母亲所以你们可以，或者说你们愿意为了这个星球来一次，然后为了美好去显化一下，去播撒一下你们的智慧，好吗？所以这是无条件仁爱的一个意味。好，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大家，然后再一次呢，祝福第三副组牌的朋友开心、平安和幸福。希望大家在未来3个月当中度过我们的这个洗礼，然后快乐的向上。你们是值得快乐的，你们值得为生命起舞，你们值得让你们的智慧去传达，然后去被实用被三维世界实用一下。然后非常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共同学习，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